那现在的话，生态比较不一样，是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都会选择去做诈骗。保护费其实已经合法化了，就是他们可能会做成，比方说公司的形式，那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一个台湾治安史上很黑暗的一个时期。像是陈桂林这个主角，他们这种枪击要犯，他们其实跟一般的黑道比较不太一样，他们是比较有点特化型的。首先，第一个人治大于法治，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执政的这个党，它本身就有很高的这个权利。如果再有一个黑社会，那会跟他同质性太高。我们大家在看社会新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可能欠个2000块、3000块，然后就开枪了，然后就把人家打得半死。因为在一个帮会里面，它会有所谓的跟选举一样。他会有中常委，对，他有中常委来去做投票。Go 聊天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主菜的奶爸 GoGo， 来自上海，欢迎大家收看 Go 聊天吧系列的第5期内容。如果你有一个许久不联系的朋友突然找到你，说请你全家去国外旅游，机票酒店全包，并且给你5万块新台币随便花，你会接受吗？我会接受，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馋涎我的美色嘛。许久不联系的朋友请你去国外玩，但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要帮他带一些金条啊，或者是钱币啊之类的，带给他在国外的朋友而已。你会接受吗？各位先不用回答我，今天的来宾会告诉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的来宾呢，不多说，不敢多说了，大家直接看吧。我们今天的场景比较特殊哦，就是光亮在我们后面，光线在我们后面打过来，我们都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形象，因为今天请到的来宾也有些特殊，来宾叫 J， 化名 J， 然后我们会聊一些比较黑暗的话题，如果观众不能承受的话，在这里就可以关掉了。我们继续要聊下去啊，我们现在要开始了。是这样的，就是我小时候对于古惑仔这样一些有跟黑道有关的影片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里面那个陈小春饰演的山鸡一个角色，他一开始是一个属于很底层的一个小混混，然后类似于逃难嘛，到台湾，跑到了台湾，然后找他的表哥，那个柯受良演的他的表哥，那个时候里面他叫三联帮，对吗？后来他就感觉在台湾发迹之后，就带了很多小弟回去救陈浩南，我就觉得超级威风。然后他里面投靠的那个三联帮的帮主是什么雷公，竹联帮大家都有听说过。那像台湾目前真的会有这样一些很大型、很知名的帮派存在吗？有啊，台湾是有很多大型帮派存在，然后不只是大型的帮派，然后包含小型的或地方型的帮派，其实也是非常多。那其实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其实 Google 是 Google 得到，那他们活跃的程度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水准。到目前都有还是在社会上有活跃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象，因为它是不会被杜绝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就是说有光明面就有黑暗面。对，就是没有办法分割开来。像现代的这样一些帮会，真的会说一言不合，或者是帮会火拼之间，他们就会抄起什么刀啊、水管啊这样子去街头开战，还是会随着现代这样时代发展，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交锋？我觉得像是电影里面的那种在街头砍人啊，或者是开片啊这种，我觉得已经不是现在的趋势。那在以前，在上个世代的时候可能会有，但是现在因为监视器多嘛，所以大家这种只要面临到这种必须要火拼或者警告意味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的针对，它不会就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打架或者干嘛，或者是伤人，不会，他们就直接会针对某一个重点人物去做狙杀，所以也不会像有一些电影里面那种大规模的什么几百个人在街上械斗。不会，如果有的话，你应该在新闻上就看得到。对，应该是很快就会报得非常的对，但是也会有这种零星的冲突。但是那种规模也不可能就是说到几百个人这样上去砍，那可能就是4、5个、5、6个，顶多10几个这样子，可能在 KTV 吵架，或者是在热炒店。有误会。他们会说我去打电话叫人，你等着这样吗？会啊，这就是喊支援啊，这是他们的行话。那对方就会傻傻的等着吗？
还是他也去叫人？通常的话就是大家来比拼，如果都是有这个相关的背景的话，那他们就会看谁的支援速度快，然后看真的会就这样子？真的会。常常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也会有经验，就是有碰到这样子的场景在台湾。会拿棒球棍什么之类的。对，现在叫做棒球队，叫棒球队，那也算是一种。但是当他们真正的利益的，为了利益的话，其实相对比较少，因为其实在很高层的地方就已经谈完，在下面在火拼，在互相伤害的这种都是比较不在状况内的零星的冲突，就偶尔发生的冲突。对，可以这样定义。那上面的那一些交锋，会说真的是有那些什么帮派规则，就是大家约好一个地点，然后会，真的就是有江湖道义这样子说，约好一个地点。现在的江湖道义应该就是说，就是谈利益，就是以利益为优先已经变成文的方式了。对，这个因为是效益最大的。如果说因为今天大家弄来弄去，砍来砍去，那到后面两只棋大家一起被拔掉，那其实就大家都尝不到甜头，大家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要讲究的是共生。那如果实在谈不拢怎么办？实在谈不拢就会发生一些，比方说就是有一些枪击事件就直接把对方做掉。不一定，有的时候枪击也会分成很多种，它比方说有警告意味的，比方说在某些人的办公室，对着铁卷门去开枪，或者是对着天花板去开枪，那摆明了就是没有要杀人的意思，他是特别挑选一个示威。我意思就是我给你的讯息就是我很不满意。总体来说相对现在已经文明许多，因为监视器多，因为监视器很多，并不是说今天我去找个枪手去对你开枪或干嘛就可以没事，你也要付出代价。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代价的沉重，所以非到必要真的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像现在这样的帮会不会有什么一个老大，然后号召自己手下堂口一些人，然后每个堂口的人坐在那里和平平的谈一些算内部业务的分配这样会像电影里在一个什么茶餐厅，然后一杯茶，就真的是这么文明的吗？就是有那个等级区分、阶级区分的吗？阶级区分的话，当然还是有。那只要看你的这个帮会的组织是不是也很严密。因为相比之下比较松散的话，那它的向心力就不会那么高，他们就比较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做下来，因为人数基数大，所以有些很多彼此之间就算是同一个公司，他也不认识。那当然，常常利益只要一踏到了，我又不认识你，那其实跟不在同一个社团里面其实是一样。那他们的确也会有，他们现在都是合法公司嘛，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场景就换成就是像一般办公司大家业务一部业务二，对，业务部来，然后可能跟老板在办公室开个会，就是这样的这个形象。那像这样的帮派，就是电影里一般最大一个 boss， 他可能年纪大了怎么样，然后下面的小弟有可能就会想篡位。一般是怎么选出下一任的像帮主这样的？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点误解，就是可能很多的人或者黑道，他们都会最终的目的可能都是要去混一个帮主或者是一个老大的位置但是其实这算是一个死缺。没有人想当，对他的利益并不高，但是他的事情，他人并不好做。其实是现在的话，大家是利益为优先的话，大家还是希望以自己赚钱为主。但是你说有没有这个选举制度？的确是有，因为在一个帮会里面，他会有所谓的跟选举一样，他会有中常委，对，他会有中常委来去做投票。但他这个投票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因为你选出来的人有时候其他人不服，那他就会变成一个其实是表面上是选举，但实际上是协商的一种状况。对，但是以现在台湾的这个状况，愿意去接大位的人，相对的比较少。比如说老大犯错了，他会不会叫下面的小弟来背锅这样子？现在的话会，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社会事件，有些社会事件是我们大家在看社会新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可能欠个2000块、3000块，然后就开枪了，然后就把人家打个半死。但其实，那是他们需要，就是执行者他们需要这个名声，他们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去
有点像是你的工作资历，所以他们其实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准备好要去蹲。他们一出来混就是准备好要去蹲，而且我是有计划的，我并不会说把人给打死了，或者打到怎么样，他们会算好刑责，然后可能就是进去3年到5年，这是一个很正常。然后出来就等于你就镀了个金了嘛。因为大家就知道你敢做什么样的事情，敢做什么等级的事情，所以呢，在老大有的时候在要让下面的人去执行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从这样的一些人中间去挑选。你愿意去做这样的事，那相对你也会获得比较多的资源。当然了，现在的台湾的黑社会的影响力是比较式微的，是比较弱的不像以前上个时代这样子。那你说老大其实大家都不想当，那最终是怎么决出这样一个老大？所以在最后的时候，还是会以这个中常委的这个投票的这个机制去做最后的决定，因为肯定推落到后面就会有一个不了了之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哥都会会当很久。那现在这个社会一般是怎么样的人会想去加入黑社会呢？因为现在你像台湾也很缺工，就是找一个正正经经的工作也是能养家糊口的。怎么样的人会想要去加入黑社会这么高风险的一个？那通常高风险的意思就是高报酬，也就是说，怎么样的人会想要得到最快的经济来源，就赚快钱，然后得到很大家怕你的这种权利或者地位，最快速的方式，的的确确就是拿命来拼，拿你的人生来拼。这个他会让你有一种获得权利的错觉，是不是真的那么踏实？那大家心里是有数啊。不得不说，就真的是社会底层，他们就比较会需要这个机会。那可能是从学生时期啦，或者是从家庭背景状况比较不好的这些人的身上，也会。那他们一般会通过什么渠道来找到这样帮派，说我要加入？其实真正要有一个，比方说就是非常标志性的动作或行为，然后以证明你去加入这个帮派的，其实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可能10年、20年来，其实大家都好像是有一点就是玩在一起就算数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工作很难找，然后赚不到钱，没办法去养家糊口了，无路可走了，然后我想加入一个黑帮，然后铤而走险去赚取高回报的回馈，我要找什么渠道呢？那这通常是会找说朋友的朋友，通常在台湾，你只要你的朋友的朋友，可能几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跟这些会有关系的，他的关系多深多浅没有关系，因为你们一开始在执行的时候都会被认为是外围分子，然后直到你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跟黑帮的这个往来越来越多，因为他会有一些生意边缘的生意或者是灰色地带的这些生意，你做的多了，你拥有的资源多了，你跟他们往来的密切了之后，然后你就开始逐渐会往核心的方向去靠拢。等到你到一个层级的时候，自然有人会来，等于是有点像是吸收你的这种感觉，会有人来跟你协商，或他自己会来找你。等到那个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已经涉足其中。那像无间道这种情况会真的存在吗？我觉得是存在，但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它很可能是在以前的时代，在通讯没有那么发达，然后在监视器没有那么多的情况底下，他们的确是需要一些渗透。那警察相对的也会防止黑帮渗透。是这样的，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没有黑社会，就是相对来说黑社会是一个法治系统比较完善的社会下才能产生的一个社团，因为它可以利用法律的漏洞，一个法治社会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像中国可能有些方面比较偏于人治，然后它如果有一些黑恶势力的形成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它一旦上面的保护伞倒下来，就是上面那个罩他们的人如果被别人斗掉的话，那个黑社会也就成不了气候了。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说法是怎么看的？我觉得蛮合理的，是吗？对，因为首先第一个人治大于法治，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执政的这个党，它本身就有很高的这个权力，那以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如果再有一个黑社会，那会跟他同质性太高，他也没有需要，因为比方说黑社会大家可能害怕他的有枪啊，然后有武力啊，但是他们就直接掌控军队就好了。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对他们来讲是没
没有什么必要性。那如果在一般的法治国家，比方说像是台湾或者是香港，或者是日本，这样的法治国家的话，等一下，就是像法治社会的国家，比方说像日本、台湾，好这些地方，以法治为优先，所以他们其实会有很多地方是法治 reach 不到的。那这个时候才有黑社会去填补的空间。那它就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同时，政府也有很多的事情也是需要借由黑社会的手去执行，所以它才有跟政府相互合作的这个必要性。所以你觉得黑社会它其实是合理的一种存在，就是有需要的一种存在？我觉得其实跟妓院一样，它是有一个必要性。当然，大家会觉得很讨厌，然后大家会觉得很不喜欢，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就应该会消失。那为什么没有呢？那像台湾这样的黑社会，它会有什么政府方面的靠山吗？背后会有政府的人在操作这样？应该是说这个东西已经行之有年了啦，他们自己就变成政府了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大家应该也不会很陌生啊。自己本身就转化成就是以前的黑金政治时期，对，然后一直延伸到现在。那他们比起依靠这个白道，那他们自己也会逐渐的去往，因为你毕竟有了名声，有了钱，对。之后你要的就是权利去保护这一切，所以你就势必要往这个路线去走。当然，他们跟政府之间的合作是绝对是有的，利益回放这些也都是有的。然后，其实就以现在来讲，台湾的人民大概也知道，这个是必然会存在，而且也不太会消灭。所以大家只要不要太过分，然后不要被爆出来，其实大家都有点呈现一种默许的状态。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下，就是应该有各种生态的分布。没错，就是不是非黑即白，就是肯定是有中间一个灰色地带。是，对。那去年呢，有一部非常火热的电影叫《周处除三害》，应该大家都已经看过。它里面就是讲一个他以为自己得绝症的人，然后他被排在了一个通缉枪击排行榜上不是很靠前的位置。然后他就想要让自己出名，去消灭掉榜上的榜1到榜3这3个位置。那对于这个枪击排行榜，台湾社会是真实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吗？有，它其实也是上个世代的一个专案，它是从警政署去公布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为了打击犯罪，然后他去公布一个像是赏金榜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公布前10名。但是后来，因为就变成说，大家好像就有一点为了想要当榜1大哥这样的这种氛围，然后搞得反而是这个大家这个治安更混乱，所以后来就取消掉了。那其实以当时来说，这个像是陈桂林这个主角，他们这种枪击要犯，他们其实跟一般的黑道比较不太一样，他们是比较有点特化型的。他们比较更为偏激，更为危险，而且更为亡命。他们是黑道还是要经营嘛，他还是要活下去，他要为了活得好。那他们枪击要犯比较不是，他们比较是为了拼而拼，他们就是想要看能够拼到多高，然后拼到多有名声，或者是其他的他都不在乎，到一直拼到他命都没了为止。那其实很多台湾的媒体都已经有做专题，这些人其实严格来说，黑道不会觉得他们是黑道，就有些的确是，比方说像是陈桂林的原型的刘焕荣，他其实就是帮派分子，其他的可能都不太愿意承认，就有点边边角角，因为他们非常的疯狂，而且难以控制。那个是一个很惊涛骇浪的一个台湾治安史上很黑暗的一个时期。自从那个榜单结束了之后，那再加上这个监视器的时代就逐渐被终结。现在所以大家都比较看不到就是这种亡命之徒的逃亡通缉，然后一路这样枪杀，这样子很末路狂花式的这种匪徒啦。也就是说，想要去抢那些榜单名号的人，可能他本身已经是在榜单中比较靠后的位置，也可能本身他还没有挤入榜单，这样的人都有。对，他应该是说
这个榜单要进去，首先你就要有通缉，你就要吃一个通缉身份，然后你不断的去犯案，不断的去叠上去，你缉捕你的这个顺序，要到很前面，它是优先前10名，你对社会的这个危害程度来评估。所以其实这个榜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没有摸透犯罪者的心理。对，可能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对，因为他们本来可能已经是一个被抓到就要枪毙的人，可能，所以他也再继续做下去也无所谓，反而想让自己排名更靠前。对，他就是我已经不怕死猪不怕烫了。对，因为你看那些10大枪击要犯，基本上你要攀上去，身上起码都是2、3个死刑以上，所以他们已经无所谓了。他们也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不会逃掉，总有一天不会逃掉的。所以这个榜单就是好心做了坏事，好心做了坏事的，所以他才是会很被取消嘛。不然的话，应该现在还会，因为那是一个非常不是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来讲不是那么真实的一个时期，所以很多的电影啊、文章啊，然后创作都很喜欢从那边去找一些灵感。那我可以问你，关于现在黑帮的存活的生态嘛？大概他们是靠什么来存活下去的？现在的黑帮的话，他们主要还是靠传统他们的传产，有时候是工程然后还有一些夜店啊，然后这些酒店啊，这些8大娱乐。收保护费吗？保护费其实已经合法化了，就是他们可能会做成，比方说公司的形式，或者是是管理。管理费用，他们会用这种方式去收取，所以不会有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保护费了。那当然，他们相对来讲，他们也会提供 serve，也会提供服务，也会提供管理，实际上会有管理，只是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一包卫生纸就卖给你，要你卖个好几千块买一包卫生纸这样的形式，不是，他们已经变得有点正当化了。就可以理解成现在一些夜店，他们相当于同属一个娱乐公司的旗下。但是那家娱乐公司，照以前的概念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收保护费的黑帮，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那现在的话，生态比较不一样，是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都会选择去做诈骗，去做诈骗，然后去做吸金，就是资金，我们所谓资金杀猪盘。他们在这个阶段跟帮派比较没有关系，然后通常是等到他们做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然后再被黑帮吸收。是变成这样子的状况，而不是说进去黑帮去做这些事情，其实不是。所以黑帮的业务里边，诈骗不是属于应该是说以前的黑帮是非常憎恨这一块，然后觉得你非常不入流，或者是你是毒品的，然后或者是你是骗人的，这种都是会被认为是很不入流的东西，下三滥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自己本身也会有点避讳，但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就是台湾的诈骗太过于猖獗，法条太轻，那所以就变成大家都愿意去拼一拼，那但是黑帮毕竟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说什么多正派，他们也没办法去抗拒这一份利益，所以就变成说还是会到某一个节点去把你吸收进来。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是说这个吸金团体他们做这些偏门赚到钱了之后，然后黑帮给你一个名目 ，OK， 那你们就是我的下面的某一个公司了，或某一个堂口了，然后他们也需要这些人来保护，因为不然的话，他们这些人就很容易会被黑吃黑嘛，而不是说变成一群人，然后跑到黑帮里面，然后黑帮给你资源，再去搞诈骗啊，搞毒品，其实比较不会是这样。所以这样说来，就黑帮还是蛮有江湖道义的，就是有一些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因为讲明白了，就是要这样子才会比较长久，比较好洗白，并不是说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多重要，而是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变成一个宣传的点。比较守江湖道义的这些老兄弟都也是逐渐时代被时代汰换掉，然后越是新生代的就越不太在意这些事。也许在未来可能就这些事情也不重要。那我们今天其实关于黑社会的话题就差不多聊到这里，因为我还没有想到更多一些深入，然后更多一些深入可能也不太方便继续聊下去了。对，就聊一些电影、一些制作相关的黑社会的故事，大家浅尝即可。好，那我们就感谢 Jay 的光临，谢谢，那我们就拜拜。是不是跟大家印象中的黑道有一些不太一样呢？反正是蛮颠覆我印象中对于黑道的概念的。那我们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内容还不错呢，
可以订阅、点赞、分享哦。另外说一句，如果你身边有想跟我聊天、想分享的朋友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大家再会。